蓝云恒突然想起蓝氏的祠堂，想起那些摇曳的灯烛，想起他跪过的那些时辰，想起清衡军的牌位和旁边缺失的一面，想起宗谱上蓝忘机的名字和一旁的空白。蓝云恒转头便走，听见自己的心跳撕裂世界的声音。魏无羡头痛欲裂地醒来，看到蓝忘机的脸孔。小舟正顺江而下，耳边是延绵不绝的水声。他的太阳穴有好几条血管突突直跳，半晌没有反应过来，蓝忘机便从后面拥着他，双手平稳地置在他身前。魏无羡垂眼一望，瞥到蓝忘机袖子上一串斑染血迹，他突然惊道：“阿夏，阿夏无事。”蓝忘机说着，手臂箍得紧了一些，他在丝锥处。魏无羡沉默地呼出了一口气，将脑袋沉甸甸地在蓝忘机肩上靠了一阵，又说：“我们怎么出来的？”蓝忘机简单地说：“打过一场。”言毕，他松松地屈指握拳，在魏无羡的心口轻轻揉了揉。魏无羡正觉得心口压抑，借着那力道咳了几声，胸臆间终于没有堵得那样厉害。过了片刻，他抬头看蓝忘机，问道：“蓝湛，我们就这样出来了？”蓝忘机听出他的言下之意，沉默一刻，说：“让他自己静一静。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只好叹气，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也好，有丝锥在，不致出什么意外。”蓝忘机应了一声。小舟顺流，飘在江心，行得飞快，江风吹动蓝忘机的鬓发，一缕发丝落在魏无羡的眼前，又被魏无羡用手指轻轻地绕住。魏无羡说：“你之前说等到他长大一点了，你看着他才觉得他是真的。”蓝忘机点点头。魏无羡接着说：“我何尝不是？我想到阿夏，好像总觉得他是个一手便能抱起来的婴孩，便总不信他已经升得这么高。”蓝忘机的眉头微微一动。魏无羡说：“过了这么久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了。”蓝忘机沉声说：“不会。”大抵是他的声音太沉了一点，反倒让魏无羡笑了一声，手指不安分地伸去，悄悄戳了戳蓝忘机的下巴。“韩光君，你别怕呀。”他说着，一双好看的眼睛微微眯起来。“我的意思是，他若肯认我，我固然高兴；他若不认我，我也没有那么想不开。说到底，我见他平平安安的，能同平辈的师兄师弟出去夜猎，能同几个亲近的朋友嬉笑打闹，便已很高兴了。你给他取字如此，不也是这个意思？”蓝忘机的眉头却皱得深了些。魏无羡望着他的神情，也皱了眉，奇怪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是这个意思吗？蓝湛，你凑这么近做时，他突然说不出话来。蓝忘机低了头，未曾染血的那边袖子向他脸前一盖，人凑上前，便将魏无羡吻住了。初时只是嘴唇相贴，魏无羡颠簸一路，唇瓣有些微微的干燥，更觉得蓝忘机的嘴唇又软又暖。他突然想起许久的年岁之前，他们在百凤山的那一次，蓝忘机极用力地吻他，连目光都灼人，亲吻与视线一同烫的魏无羡丢盔卸甲。他轻轻地用手指拨开眼前的布料，正对上蓝忘机琉璃般的眼睛，一望之下，其中的神情疏忽与记忆重叠，同样的执着与期望，燃烧在色泽清冽的虹膜上，轻而易举地望穿了事隔经年。魏无羡伸手抓住蓝忘机的衣襟，轻轻闭上眼睫，主动加深了这个吻。齿关一开，方才尚显温存的亲吻霎时改作侵略。蓝忘机的舌头抵着他的，不住地用力纠缠，甚至在口唇间亲出了水声。魏无羡被那番力道重重地舔舐几下，湿热中略有一丝粗糙的舌面仿佛一直是进他身体某个极深的地方，呼吸也随之加快，心跳撞得自己耳膜发疼，喉间无法自顾一般发出了极细碎的喉音。那甜蜜的声音一出，魏无羡自己僵了僵，蓝忘机拥着他的动作却陡然更加用力，柔软的舌尖改作扫过齿列各处，将口腔中所有隐秘的角落依次探索占有。魏无羡被吻得出声，思绪一时全然空白，两手搭在蓝忘机脖颈后，突然嗅到了一股烈烈冷香，那是蓝忘机的气息，明明嗅着宛如阳冰泼雪，是冷静清幽的味道，魏无羡的小腹之间却陡然炸开一股热度，震得他腰际酸麻，连并膝盖也不可控制地缩了缩。蓝忘机察觉他的颤抖，退后几分，唇边轻轻合拢在魏无羡的下唇上，抬起眼睛看他。
魏无羡被那气息入侵了四肢百骸，浑身没有力气，只好用手在蓝忘机的肩头一推。蓝忘机在他下唇上着重咬了一下，这才分开，护在他脸孔边的手收回。天风重新吹过魏无羡的脸孔，让他慢慢缓过气来。虽然早知道蓝忘机热切起来可怕得很，却没想到仅仅一吻就成了这样。魏无羡躺定在蓝忘机的臂弯里，干脆自己用袖子遮住了脸，耳中却连水声也听不见了，全然是猛烈的心跳。过了许久，那心跳居然还是没有消下，撞得魏无羡几乎有些累了，便在蓝忘机的臂弯间动来动去。蓝忘机的手搭在他的上腹上，似也察觉了他的异状，问：可有不适？魏无羡摇摇头，又回首看蓝忘机的脸，抬手在他的面颊上很轻地蹭了蹭。他说：好像自从我回来有许多次，我醒的时候你就在我旁边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不忘用手探了探魏无羡的额角，仿佛觉得有些热，目光中透出些许担忧。魏无羡拍了拍他的手背，说：真的没事，我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蓝忘机问：你想去哪里？魏晋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悉数在魏无羡的脑子里打起了转。他撑着额角想了想，蓝忘机的手掌又附在他的额上，继而落在他的后颈，温暖地贴住了。魏无羡在他掌中蹭了蹭，说：云平城。蓝忘机点头。突然一个声音自传尾道：公子，云平城是往这个方向走吗？魏无羡惊得几乎要咳出一口血，险些从蓝忘机的臂弯里掉出去，又被蓝忘机紧紧拥住。他们两个都是背向船尾，尤其魏无羡一直缩在蓝忘机身前，自然看不到温宁在后面划桨，倒是明白了为什么蓝忘机轻声吻他的时候，用袖子把两个人的脸给遮了起来。他扒着蓝忘机的肩膀坐起，随口与温宁开了几句玩笑，好不容易把那股惊吓劲挨过去，又躺回蓝忘机的臂弯之中，对眼前人笑了起来。他悄声说：蓝湛，你既不想给人瞧见，就不要在这里亲我。你既要亲我，就不要怕给人瞧见吗？于是蓝忘机低头，无遮无避，重新在他的唇上用力地吻了一下。魏无羡的面颊一瞬绯红得厉害，只好摇头叹道：韩光君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。不知究竟是这具身体资质太差，乱葬岗一战后始终恢复不足，还是他当真被蓝忘机吻得有些飘然。船行一路，魏无羡居然一直有些晕，连到别家莲塘里摘莲蓬这种他素来亲力亲为的事，都变成他已在船舷上指挥，让蓝忘机信手摘了一捧。等到上岸，在城中探查一番，再到客栈时，魏无羡几乎要撑不住了。蓝忘机见他满面倦色，不住地揉额角，便说：此事不急，你先休息。